我觉得我们根本就不合适。怎么就不合适啊？我根本不是你心目中那种男朋友的样子。我也没有嫌弃你啊。再说了，我不是正把你往那个方向打造的吗？我真受不了你所谓的打造，我成不了你心中那个样子。我求你快放过我吧。不可以，绝对不行。当初是你先追的我，现在想要放弃，那绝对不可能。过去我们常说艺术是源于生活，但又高于生活的。但是如果你把艺术当成生活一样过，这日子会成什么样？掌声请出这一对，掌声有请。男嘉宾小勇22岁，来自太原，健身教练；女嘉宾小白22岁，同样来自太原，是一名学生。来，有请，有请。小勇，对22，对，哎呀，着急了点儿。说说当时怎么看上这教练的？就是当时他就是一直和我聊天嘛，我们俩是一个学校的啊。我其实先开始还挺烦他的啊，但是他就一直坚持不懈，因为我是从初中开始就特别喜欢看言情小说嘛。啊。我就是一直想找男朋友，然后就想找就是言情小说里面男主角那样的。他是哪个人物啊？小说里面不是经常描述男主角，然后就长得面如冠玉、剑眉星目的吗？然后我当时看他就是长得还可以，然后身材也高高大大的。你是一开始不喜欢他，因为他像小说里的男主角，所以你就同意了他了，是这意思吗？因为他一直找我聊，然后就是一直死缠烂打的。嗯哼，跟一个喜欢看小说的女生谈恋爱，感觉怎么样？一开始我觉得他简简单单就是有一个爱好嘛，我也就没有当回事儿，因为毕竟女孩嘛，你说看个电视剧啊，看个小说很正常啊。但是时间长了之后，我发现他简直就是一个小说迷，天天捧个手机在那看小说，就没完没了的看。然后你说免费的看完了吧也就算了，然后你说他在网上注册什么网站，看完了之后还要去买实体书，就人出了之后，就那实体书都买一大堆了。谁还没有点兴趣爱好呀？那看小说那算什么呀？那就兴趣爱好嘛。再说了，人家肯定花钱的，然后那肯定就剧情比较精彩一点嘛。你都看哪些书啊？网络小说是吧？就是比如说就是什么霸道总裁爱上我呀，然后还有穿越小说呀什么的。您这看的真是小说啊！而且他不光看，你知道吧？就是他入戏特别深啊，就完全就感觉自己就活在小说里一样。有时候就是他下课我去接他，然后下来之后他自己就哭着就下来了。我就问他，我说你为啥哭？就怎么也不说。我就去找他们同学，他们同学跟我说他上课一直在那捧着手机看小说，然后看着看着，因为小说里头男主角死了，然后他就开始哭。你哭个什么劲儿啊？你在那哭？本来那就小说里面那人家男主角多好一个人，就为了女主角，然后经历重重艰难险阻，到最后都给死了，那我感动的不行，哭一下还不行？你分得清场合吗？你说上课呢，你在那干啥呢？那我想哭，你还让我分场合呀？你不知道憋着对身体不好，你就这么冷血呢？怎么？我跟你说，主持人，其实这都不算啥，慢慢他就越来越来劲儿。因为，一开始我大一那会儿就是上了一段时间学，就是觉得没意思，然后我就退学了。你是退学的？对，我退学了。你学盖茨是吧？有那个意思，有那个想法。有那个意思。你看现在学生都这样，任性啊。然后，因为我刚就是从学校里出来去社会的时候也没有经验啊，家里头意思让我回到家跟前然后找一个工作啊，他就死活不愿意，非得让我留在那，说留在他身边陪着他。如果就是不留在身边，然后就要跟我闹分手。你说闹一闹也就算了啊，他拿小说里头来跟我对比，说人家小说里头男的怎么地，我又不是你小说里头那些男的。那本来就是嘛，那你觉得异地恋靠谱吗？多少异地恋全都是，然后男生隔开没多久，然后就出轨了都。再说人家小说里面就是人家什么霸道总裁啊，人家男主角那不都是放着好几栋大别墅，说不住就不住了，放人家少爷生活，这个伺候那个伺候，说不过就不过了。那你就为了我就为了那点工资，你就要跟我分开。我要是真有像他说的那样，什么家财万贯，开着豪车，住着豪宅，我还用站这儿跟你在这说这些了啊？那你想找工作在哪儿不能找？后来我不就是实在没办法，我就留在那块陪着他，找了一个就是教练的工作嘛。因为刚开始工作肯定要忙，就是相对来说陪他时间不就变得短了吗？我就很长时间就没陪他，又跟我闹。因为有时候我刚开始入门，我肯定需要学习了嘛，就经常去外地，然后学习一些经验呀，就是关于健身方面的。有一次他就给我打电话之后就跟我说他发烧了，宿舍里头同学都出去玩去了，要不都回家了，就我一个人，然后我难受的不行。他说让我立刻啊就跑到他身边说照顾他。我在外地，我怎么可能能赶回来？你想想，你现不现实？那怎么就不现实了？那你说哪个女孩她生病的时候不希望自己心爱的男生陪伴在身边呢？她应该是坐着自己的专机飞过来。就是嘛，人家小说里面都是这么写的，直接垂降到你的窗前，是吧？送一束玫瑰，
那你说人家小说里面还写人家远在国外，人家还能飞过来，那你在国内怎么就回不来了呢？对对对对对，我要真有那个就是有那个能力的话，不可能说马上放下工作。去没去？去是去了，没回来。那路是人走出来的办法是人没想出来的吗？那后来怎么解决的呢？然后他就跟我分手，我一想电话里肯定也说不清，也解释不清楚。我说我回来之后去找他，跟他好好说一说。你知道我找他之后，他给我提什么要求，他跟我和好吗？他说你要捧着我最喜欢的百合花，然后在我们宿舍楼底下站上半个月，还得我们宿舍女生都看得见你最显眼的地方，要不就不算，我不满意就不算。哎，这是哪部小说的？我看小说看的少。这个是我自己想的，人家小说里面人家男主人公直接从南非，然后定制钻石自己设计，然后还把什么名字刻在上面呢，我就让他就抱束百合。那他说这个百合这个事，那我还特别生气呢，他就捧一束百合2、3天都不知道换一下，那百合花全都已经发黄了。一开始说好站半个月哄一哄，我一想哄一哄他也就算了哈，天天给我提要求，说今天啊这个花颜色不好，然后明天说这个花枯了让我换，然后我站了好几天跟我说这2天不算数，让我重新站，总共算我站了20多天。你就真站啊？不是，当时没想那么多嘛，人家最后还特别不情愿的就是原谅了我。那怎么就不情愿？那我到最后也是原谅你了。那我们学校还有男生在楼底下，然后给女生摆蜡烛表白呢，我就让你抱朵百合花。我就不相信谁家蜡烛那楼底下摆上15天、20天。兄弟，我知道你为什么这么老相了。你看给孩子累的，要是我也心烦呐。这件事哈，过了刚没多久，然后那段时间他又迷恋什么，就是那种什么变态虐心的小说，然后。有一次我俩出去玩，就是玩的特别开心哈。回来之后俩人还有说有笑呢。然后我刚送他回去之后，我扭头一走，没过2分钟，然后他给我发个短信说：“我们分手吧，不合适，别问我为什么，只记得我爱你。”当时我就整个人就蒙圈了，我扭头就去找他了。找他之后，人家跟我说：“我跟你开玩笑呢。”我就是你确认你正常的吧，来的？这是第一次哈。然后之后没过2天又跟我分手，平均几乎2天分1次手。各种方式分手，分完之后让我求他，然后跟他说好话，说浪漫的话和好。这是为什么？我就是想看看他，就是我跟他分手以后，他到底难不难过嘛？那人家小说里面，然后女主和男主分手以后，那人家就是男主全都痛不欲生的。我就是想看看他什么表现，看看他爱不爱我。不是，那小说里面男主和女主分手，女主有痛不欲生的吗？也痛不欲生。兄弟，你试试呀。当时我肯定没有想那么多，他后来哈，你看不读书多害人呢，你读了书他就没法混了。我不爱看那些小说。那我不是都是为了想证明一下你喜欢我吗？这有什么好说的呀？是主持人，你知道他让我做什么事儿哈？就是一开始的时候跟我分手，就让我求求他就算了，然后后来他就越来越来劲儿，我要不表现的要死要活，要不自杀，然后要不就是自虐那种，他就觉得我不浪漫，觉得这样的爱情不轰动。那你自杀了吗？那我肯定没有，我又不傻。那你自虐了吗？那也没有，为他死一回，我还能在这儿站着跟他说这些了。那我还能真的让你死呀？那我这么爱你，我还能真的让你死吗？你爱他吗？哎呀，你要爱我，你那次你能让我就是指着你手里药瓶，说你把这个安眠药都吃了，我就跟你和好。那我还能真的让你吃安眠药？不就是一盒糖吗？那你最后也没有吃啊？那我知道当时那是啥东西了啊？你没吃啊？我又不真傻。你怎么熬过来的，兄弟？因为毕竟时间长了，已经经历这么多了，我说。不行就过去吧，我就迁就他点啊。但是后来哈，他就最后你知道他能做出什么事儿哈？我不是工作刚刚就是稳定下来，然后他就是看什么霸道总裁，说什么人家里边的男的都特别有钱，说我没有上进心，嫌我这个工作达不到他理想型的样子。从来都没有嫌弃，那我从来就是嘴上这样说，那我就是从来都没有嫌弃过人，那还不是和你在一起？你让他干嘛了？我就让他辞职，然后就是自己创业呀什么的。辞了吗？我没辞，他给我辞了。那你自己犹犹豫豫的，那当然就得我帮你迈出这一步了呗。你知道他怎么做的啊？正好那2天我又在外地呢，然后他去找我们老板，他跟我们老板意思说我能力比较强，不适合做这个，我有更好的行业等我去发展。你说这我还咋找人老板说？我回都回不去了。那本来你就不应该回去，你就应该辞职呀。那他要做什么？你让他做什么？做总裁啊？如果可以的话，就做总裁。你觉得可以吗？没有什么不可能的呀，现在还年轻嘛。你大概觉得他什么时候可以做上总裁？我觉得如果他是从现在开始的话，我觉得再过就是5、6、7、8年，我觉得都有可能。那只要他肯努力嘛。到底是多少年？7年吧。后来他做上了总裁，但是你不在他的身边了。这也是一部小说。我觉得也是。
一般这种情况下，男二呢才会就是有了钱以后，然后才抛弃女主角呢。可是你们俩的生活，他不就是男一吗？对啊。原来你有男一，没有，他是男二啊。他是男一。那你还有男二的啊？那没有。你看，这要把生活和这戏剧放在一起，那真是混乱。工作没了。没了，然后已经没工作，我想要不我就试一试，万一要真成功了，你说不相对来说对我俩也好一点。对你快了。然后我就去做了，做了之后没多久，就是几乎就惨不忍睹，一直都是失败嘛。然后实在没办法，我又回到我以前的行业啊。就这哈，他不光是不安慰我，不跟我站在一个战线上，他埋怨我说我干啥不行。那本来就是那人家小说里面人家那些男主角15、16岁全都在金融界崭露头角了，那你20多岁，我跟你提这些要求，让你辞职自己开始创业，也不算过分吧？我特想问一下啊，你看的那些小说里，女主在21、22岁的时候得长得多漂亮啊？她们在干嘛呀？就是比较温柔懂事嘛。还有呢？然后长得漂亮啊，还有呢？一般女主角就这样就够了。那你觉得你符合女一的条件吗？基本上比较符合吧。基本上比较符合，反正就这么熬过来1年多，就接着熬呗。那你今天到我们这儿干嘛？我父母没多久就知道这件事了，我妈就让我回去。一开始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还小嘛，我说不行就回去跟我妈就是解释解释，说一说。然后就是我领她回去之后，我妈就特别不待见她，就觉得她红颜祸水，就完全把我害了那种。因为刚从学校出来，就因为她折腾这么多事儿，我妈就压根儿就不想见她。她因为这，然后跟我妈还生气，说意思她自己没有错，然后跟我妈还吵吵起来了。那本来我就没有算，我对你是信心满满的，我以为你能成功，那谁知道你不成功？那明明就是你自己的问题，为什么全都要怪我呀？你看主持人，他到现在他都不知道他自己到底错在哪儿。他跟你父母吵起来，所以你忍受不了了是吧？然后因为他连我父母都不尊重，最后他又说他跟我父母吵的时候，然后我又不跟他站在一起。然后他又开始埋怨我。那你就应该和我站在一起，那就一看你也就没有跟你父母说过什么好话，那你但凡说2句好话，他们就不可能那样对我呀。那你也得看看你到底做什么事儿了吧？那我做什么事儿啊？他跟我妈说什么？就是当我妈面跟我说，你看这小说里头那些男的为了女主，那人家本来小说里面就什么就为了女主角，然后都能就是连父母都不要，浪迹天涯什么的。哪个小说是说连父母都不要了，浪迹天涯？好多小说。哪一本？那我最喜欢的一本就是。再生缘，我的温柔暴君。小说里的主人公都是这样的，就是那个，就是男人为了女人就不要父母，行走天涯是吗？就是里面、然后就不做人事儿是吧？那我也没有做什么呀。他就到最后还拿他的小说来跟我说事儿，然后来跟我对比。你想一想，就是为了你那些小说，我都做了多少事，工作没了，父母也跟我生多大气，你到现在还跟我提你那些小说呢？那你怎么着？分不分手？反正我觉得他现在他是没救了。想分手吗？我不想。得分。那我不想分手吗？有一部小说就是这样的，就是一个男主实在受不了女主了，他提出了分手。我还是比较喜欢就不要受伤圆满一点。你读这些小说读了多少年了？我从初中开始就比较喜欢看。看书是个好事儿，但是也分什么书吧。老师们，你们看看怎么办吧？真是把小说当日子过的孩子。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我也看过一些这个言情类的这个作品啊，我发现这女主角一般有以下几个特点：第一个特点懒，第二个特点作，第三个特点撞大运，迷迷糊糊的就能遇到那个特别好的霸道总裁之类的。在一起之后，他还各种作，他作半天，然后那男孩还死心塌地的在他身边待着。之前在有一个心理学的统计啊，发现这个常年看言情小说啊，它容易降低智商，因为它分不清现实和这个文艺作品当中的很多的场景的话，他的很多的思维会变得越来越走向低龄化。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都看韩剧啊，我经常说那个韩剧影响了很多中国女人的这个婚恋观念。所以有一次我去韩国的时候，我跟一个外交官聊天，是一位大叔啊，我就问他，我说你们韩国男人怎么看韩剧里头那些男人？
结果那位大叔呵呵一笑，他就说：“我们只能说他是我们的理想。”姑娘，你看小说没问题，你可能对你的男朋友有高要求，我也认为没有太大问题。我觉得最有问题的是什么？我特别担心，将来你走上社会之后，你是一个很难经得起诱惑，你根本守不住底线的这么一个姑娘。你知道，其实你非常单纯，然后你脑子里有各种各样的梦想一类的东西。只要身边有一个貌似还不错的男生对你表现出关怀，甚至跟你说你男朋友太不理解你了，真正了解你能保护你的人是我，没准你就跟他走了。那我觉得我不会，因为你说你不会，但是你知道吗？你所要求的、所想象的、所渴望的都是这些。所以姑娘，其实你对他有点小要求、小作一下，我觉得都没关系。关键是你觉得22岁，当你毕了业之后，走上社会之后，面临着各种复杂的社会的关系，也包括有一些有可能不怀好意的异性，你觉得你能抵挡得过他们吗？以你这种单纯的满脑子都是言情小说那种愿望的和梦想的姑娘，我真的是挺替你担心的。梦可以做，但是日子还是要落地的。好，谢谢。来，总裁，霸道总裁啊，曲总来。女孩，问你个问题，你到底是喜欢看小说那种感觉，还是说喜欢跟他在一起的感觉？两种感觉你更喜欢哪个？那我还是更喜欢和他在一起的感觉。你骗人！你要更喜欢跟他在一起的感觉，为什么在他的生活里，在你跟他的交往当中，频繁的去提小说里怎么样？你完全是按照那个小说里那种情节强安在他身上，为什么？我就是想让他表现一下，因为他从来都不会做什么浪漫的事情。他跟我就是在一起这么长时间，就从来没有。既然喜欢浪漫，他又不是浪漫的人，为何要找他？那我先开始我就觉得，就是他长得还比较符合要求。小说里的那种感觉吗？对不对？姑娘，分清现实和虚幻。你如果现在还只是生活在小说里的话，你就不应该谈恋爱，因为现实当中没有小说里那种人存在。如果你谈了恋爱，就要分清楚我到底是跟一个现实的人在谈，还是跟小说里那个主人公在谈。你这两点如果都分不清楚的话，你太幼稚了。你一直是在跟你幻想当中小说的那个主角在谈恋爱，在现实当中你发现，哎呀，和我的小说里的那种感觉相差得太远了。好，你只能一步一步把小说那个情节作为工具来改造它。比如你拿着百合花啊，站在楼底下几十天啊，这全都是小说里的情节。女孩，就于你来说，现在不应该再看小说了，你应该学习东西了。因为迷恋在小说里头最重要的一种表现就是你在逃避现实。如何能够作为一个真正独立的自我，就要先充实自己。你的学业怎么样？有没有因为爱情因为小说荒废啊？上课是不是还在看小说以至于哭了？你知道那堂课老师传授了你什么吗？所以现在你先做好一个学生好不好？毕业之后做好一个真正能够在社会上生存的有能力的人好不好？之后那会儿你再去看一遍所谓的霸道总裁，你就知道那只是在你空虚的时候弥补一些你的生活点缀而已。而真正要找对象的话，一定要看准这个人，由外表到肌理，这个人真正是你喜欢的吗？如果不是，不要强求改变他，更不要用什么虚幻的东西去套在这个人身上，好吗？谢谢曲总啊，这是总裁的话。来听听涂老师怎么说。莎士比亚说，写戏的人是骗子，演戏的人是疯子，看戏的人是傻子。我们都曾经做过傻子，在电影院里面笑得欢畅淋漓，哭得稀里哗啦。但看完电影之后各回各家，就此打住。但你不一样，生活是生活，戏是戏。我看你就是闲的，作的。多闲呢？你成绩肯定不怎么样嘛，要不然哪有那么多时间看小说，一本接一本，看完了还要去畅想呢？正好也找到了一个跟你对应的傻子，跟你一起作嘛，满足你所有的愿望。他在他的构想的情节当中永远是女主人公，你顶多是一群演嘛。他给你带入什么环境，你就跟他进入什么环境。你看小说之前，小说前面不会写小说是来源于创作吗？
即便有一部分的写实，也要进行改编吗？你不知道那不是真事儿吗？你知道，所以你不要装作一番无辜的样子。你明明知道那是假的，还要拖一个人来跟你营造这种所谓假的气氛，那就是因为生活当中没有太多的事儿折磨你了。如果你明天就没有学费，如果你明天就没有饭吃，我看你还有这么闲的吗？我看你，如果你自己出去打工，辛苦的风里来雨里去的时候，你还会想什么抱着鲜花在楼下等你吗？你就是闲的。我告诉你，生活当中真正发生的故事远远比小说要精彩得多。你要是不信，你就来看看《爱情保卫战》，天天都有。所以说最后送你一句话，你如果认为人生如戏全靠演技的话，那么戏如人生，你又何必当真呢？就这样。好好读读书吧，读点有营养的书，可以吗？你也读点书。楚老师不是说你了吗？别当群演了，演回主角儿，好好的在学校里面重新读书，重新开始人生吧。时间留给你们自己吧，姑娘别再作了啊！一起进入柔顺拉芳黄金60秒。我以后就是尽量少看小说，然后我也不拿小说里面的事儿，然后让你做那些事儿了。我就是想，就是好好的在一起，就平平淡淡的也无所谓，你不要我分手。如果你真的能从里边走出来的话，我希望就像涂磊老师说的，我也对你负责任一点。如果你真能走出来，可能还会有以后。但是我不确定现在的你到底能不能走出来。我真的能，就是两个人在一起就慢慢磨合嘛，我慢慢改。请亮灯，你们俩回去吧。谢谢你，请婚。一个能把小说当生活过的姑娘，也是神了。来，请官们，在最后那几秒，当读秒声滴滴答答催促的时候，突然我有一个特别不好的感觉。姑娘是女1号，小伙子是男1号，你们仨分别饰演了女2号、男2号、男3号。我在里面又打了一次酱油，他把咱这节目也当小说的一部分了。好了，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吧。在此之前，先进一条广告，下载使用天天圈提出情感问题，就会得到导师们的在线解答，并有机会在爱宝当中获得涂老师1对1的指导。使用微信摇电视参与互动，点击左上角宝箱抽出现金卡。接下来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，请开门。精彩节目稍后继续。接下来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，请开门。啊，谁还记得是谁伸手永远的喊我？遇见的一这是哪部小说的情节来着？川儿得看看他不会晕倒吧？有什么话跟男朋友说吗？前男友？我以后保证不那样了啊！我以后保证不那样了，我不折磨你了。姑娘，别折磨自己，认真对待生活吧。赶紧找他去吧，去吧。这小子没走啊！我们都累了，却没办法往回走。两颗心都迷惑，怎么说？能不能现实点以后？能。亲爱的，为什么？放一起，还是很有剧情的啊！这个剧情比直接出来更浪漫。